乖呀，乖呀。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还记得去年我们去鳄鱼哥那边养了9000多条暹罗鳄的养殖场，答应大家今年要过来海南这边吃鳄鱼档的吗？今天我们来了。Hello， 我是鳄鱼哥。欢迎靓仔来到我们的鳄鱼种鳄场，这里我们总共养了有5000多条种鳄，占地大概200多亩。这边的全部都是母鳄鱼，对，全部都是种鳄了的。这边没有商品鳄，也没有小苗。这里的鳄鱼有些养了有20、30年，最起码都要去到10年了。因为鳄鱼是种鳄是7年之后才产蛋嘛。每年的3月初到5月底，就是这些母鳄鱼下蛋的时候。它一般就是4条母鳄鱼，然后配1条公鳄鱼，这样的比例是可以保证每条母鳄鱼，你看到现在都是肚子鼓鼓的，怀孕的。这里这些土堆呢，全部就是给它们下蛋用的。现在那边那只母鳄鱼呢，它现在就在霸占地方。一般他们只有半夜的时候才在这里下蛋，下完他们就买好。凑近一点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大家别看它个子这样子小小的，它已经有8、9年了，而且现在它已经怀孕了。我走，也是1年之中最凶的时候。为了保证我们鳄鱼蛋的出生率呢，养殖场这边必须进行干预，采取人工孵化，所以每年这个时候，每天早上就是危险刺激的捡鳄鱼蛋时刻。现在是第2天早上，捡鳄鱼蛋是一件比较危险的工作。我们现在拿着这棍子，跟着我们鳄鱼哥进去里面捡那个鳄鱼蛋。最安全的就是拿着棍子找一个专门的人守住，就不要给鳄鱼上来，因为它生蛋之后呢，它就会守窝，守住会攻击你的啊。好，他们已经吃饱了吧？没有啊，几天没吃了。几天没吃？我们进来一点。然后我们挖的时候呢，最好是面向这个鳄鱼看得到，就算有人守着，你自己也放心一点。这个就是它做的蛋，这窝就是有时候它不是挖的窝一定有的，它就再去再生也有可能。这窝还没生。我可以尝试赶一下吗？对，你不要怕它哦。然后呢，它打它的头为主啊。打它，棍打下去，它的头就可以了，它就跑了。走开。太温柔啊！不要太温柔。这是大只的，这大只给。这只应该下过蛋了。这应该下过蛋。下过蛋它就比较凶。对。这应该有是吧？搞破了。这个就是鳄鱼蛋了。对，小心一点剥开。你要先把它剥开。它埋的好好，也没多大哦。和鸭蛋差不多大小。但鸭只能长这么大，它就可以长到3吨。如果不考虑它的产蛋的话，1级喂的话，养个10来年，它就可以上吨了。看一下，大概就这么大，长长的。搞破了，一不小心就搞破了。它怎么埋的这么紧实啊？这里面就是一只下的。对，一个窝下的蛋只能是一只在这里上，它不会丢窝在这里再生蛋，它守着的吧？它这样如果不挖出来，它也是自己会孵化出来。也会孵化出来，但是它孵化出来，像我们这窝孵的才几个出来。就孵化率就很低。对，而它一定要达到什么温度、湿度，它才会出来嘛。这也就是我们鳄鱼哥他养了它1年，就只能下这么一窝。现在我们就数一下，总共有多少个蛋？这个也是在这里的，刚才捡上来的吧？那这一锅大丰收啊！对，像这是算多还是算少的？这算多了。是52，哇！如果有50个，我们的产量就很厉害了。我们母大概是5000条左右嘛，在这里可以算一下。如果每条都给我生50个了。真的开心了，开心了。一般这个生蛋呢都是30个为主要的，平均上来大概也是30个左右嘛。毕竟养了1整年，也就生这么一次，50多个，其实也不算多。它的交配季节大概什么时候？12月底到1月份之间吧。然后就是交配以后就2、3个月，它就会产蛋了。给它盖回去啊？对，盖回去，它下一个来爬窝的时候不用力度那么大。然后我们打一般鳄鱼呢，也不要随便弄它一下那个尾巴，不要怕它痛。打它的头，它才会很快就走了。走开。
我都拍唔落手咯就。我就这样拍给追给拍掉，这家伙太狠了！你看，把棍子都打坏了。他过来跟我们玩的，不是专业的，打得那么上手。换一个。鳄鱼呢，它是很凶猛，会往前一下，但是它的距离不像老虎那样跳得很远，它生长结构就是已经注定了它不会跳得很远，它只是一下子往前扑一下，所以我们站的距离要够这个棍子那么长就可以了。不一定离得很开，看着你打它也打不到。那这是鳄鱼，它就这样出来。这只有半吨了吧？800斤左右吧。这有多少年了？这个15年左右吧。好大一只哦。这是公的，它见到老母的不会那么大。乖呀。不要弄坏了啊！弄坏就它这壳也100块钱的啦。一个受精蛋几百块钱啊？对，但是因为它产受精的，代表它产出小鳄鱼的几率就很高了，起码有90%了，所以一小鳄鱼就几百块钱了，是不是？对。那查一查这窝又有多少？这窝是很浅了，没有了，才10几个，13个烂了一个。所以有些身材小的，它就生的蛋出来就10来个。我们平均下来，如果能孵出来有20多个了，那是很好的产量，已经算很好了算很好的产量了。鳄鱼哥，那我们这些肉是主要是还是用来做粑粑？在广东这边呢，它吃鳄鱼是很普遍的。你看全中国那么多人，随便一人吃你1块都市场就很大了，这市场很大了。只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个鳄鱼是能吃的很多不知道什么野生，现在很多人还说野生动物什么东西，这个都是养殖，它国家已经允许了我们去养殖，给我们可以吃。总之目前来说，就是主要还是肉用价值。对，这个是我们今天整个鳄鱼基地捡的所有的蛋，大概这里800、900个左右吧。前天我们总共捡了1700多。它这个蛋怎么跟这个差别那么大？那个大小？这个是出生第一窝蛋，这样也可以孵出小鳄鱼吗？有些受精的话可以孵出来，但是它的苗很小了，没那么强壮了。这种就比较好的。对。然后把我们早上捡来的蛋呢，现在这样给它铺好，铺在这里，再把它上面给它盖一层，这样平均铺满。这里面呢就是我们鳄鱼卵的孵化室，现在我们把它这些搬进去。这孵化室里面的温度要保持在32度左右，湿度再保持在80、90。然后我们先把这些鳄鱼蛋放在这里孵化个2天呢，我们就可以挑出它是不是受精蛋，或者是没受精的蛋。中间有一条横的，它就是受精过的了。像这个受精的蛋呢，一颗可以卖到100多。然后把那些没受精的蛋挑出来，受精的蛋继续放在这里。然后72天后呢，它小鳄鱼就会破壳而出，这里到时候到处都是小鳄鱼。那个。当然，那些没受精的蛋呢，我们就挑到外面出去给它洗干净。然后现在这些没受精的蛋呢，就可以拿来吃了。但是也不要小看哦，这样一个按个算的，一个要算30块钱。大家不要觉得现在一个30块钱那么贵，因为鳄鱼1年只下蛋1次的关系呢，所以下半年这个一个起码要卖到80块钱。所以大家想吃的话要趁早。我先替大家尝一下。我们的鳄鱼蛋已经煮好了，它的壳其实跟鸡蛋差不多，但是它里面这个皮啊要厚很多。哇，这个蛋白跟我们上次吃的那个鸵鸟蛋的蛋白一个样，无论煮多久，它都是这么的白嫩。蛋白质高，你鸡蛋的蛋白质没那么高的情况下呢，它就很硬。鸽子蛋也会，但是鸽子蛋没那么效果，就比鸡蛋还嫩一点。当那我先替大家试一下啊。非常的水嫩，然后口感蛮不错的。就它蛋黄真的超级大，一整个蛋几乎一半都是蛋黄，然后那个蛋黄那个吃上去咬上去有一股特有的那种鳄鱼的腥味，有一点重啊，那个腥味是比较难以形容的那种腥味，就有点那种什么腥味啊？蝌蚪的味道。不是我说的，他说的，他说的，还是这层蛋白好吃。
这个味道我觉得还是我们的普通鸡蛋那个领导上关在那里。要好吃一点。还是这个比较吃得惯。不过这个一蛋它的营养价值毕竟要比鸡蛋好一点。喜欢尝鲜的小伙伴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。去年我们去鳄鱼哥那边3品2养殖基地拍的时候呢，很遗憾没能吃到鳄鱼。然后鳄鱼哥看过那个烤全鳄鱼的视频，他说我烤的只是那种30多斤的那种小鳄鱼，那些都是不怎么值钱的。而且他说的那种上百斤5年以上的大鳄鱼，它的肉质那就完全不一样。那小伙伴们，本期的视频如果点赞能过10万的话，我们弄一条上过100斤的大鳄鱼，就上万的，价值上万的，这是上万的，留下证据，让鳄鱼哥亲自动手做最好吃的鳄鱼料理。好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的视频，也给我多多点赞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